明明是你女儿自己跑来这里，将我为裴炎夫人制作的衣衫样式偷走，才会在相亲宴上出丑。你们不知自省，反而赖我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问你，你明知自己见不得人，能侥幸活到今天已经是天大的运气，你就应该躲在荒山野岭自生自灭才对。你怎么还敢打着库迪家女儿的旗号，到处冒名行骗？如今河东公府和都尉府都上门来提亲，你惹出这般祸端，你让我们怎么收场啊？就算我见不得人，我也和你们一家是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我为何要自生自灭？就算去死，你们这些罪人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咱们底下骨肉团圆，你若无所顾忌，大可以在这里大吵大叫，叫得天下皆知。我无所谓。有话进去说。哼！听方才这意思，这位曹娘子就是库迪言中的夫人吧？算是吧。这位画师八成是库迪言中在外面的私生女，一直养在外头，见不得光。库迪家此时必定进退维谷吧？这些都是画师的家务事，让客人见笑了。不如您先请回去。至于屏风的事，我过几日会帮您劝劝画师。不急，我先出去走一走，待画师忙完他的家务事，再接着聊，也不迟。这么说，河东宫世子和裴炎果真是冲着你来的？我确实与他们都见过，人人都以为库迪家只有珊瑚一个女儿，所以才会闹出这样的一个误会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们好自为之，讳莫如深，我不会自揭身份，也不想再跟你们有半点牵连。等时机成熟，我便会远走高飞，从此再也不回来了。你们也可以继续过你们家人安心的日子。破坏了珊瑚的美满姻缘，你倒说得轻松，倒好像你放过我们一马似的，真不知好歹。就算没有我造成的误会，两家高门也看不上珊瑚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吗？你想一走了之倒是轻松，留下个烂摊子，我们要怎么收拾？我们要怎么向两家高门贵户交代？都怪你丧门星害人精！没有你，这11年我们过得好好的，你一出现就搅得家宅不宁。依我看呀，我们就应该大义灭亲，向官府举报你是罪妇余孽，再向两家高门解释清楚事情缘由，他们一定会谅解的。好啊，我等着你们的大义灭亲。我是10多年前就死过一回的人，所以我最不怕的就是死。我怕的是一个人在世上孤单的活着，但是我不会像我阿娘一样，人善被人欺，牺牲自己保全你们家趁人之危的小人。这全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我说了，我喜欢热闹，我喜欢我们一家人在地下团团圆圆的。你们若是不顾情面，我也很乐意与官差讲述下你们一家是如何协助我逃跑，如何藏匿了我11年，如何利用阿娘的制衣技术发财的。不知道到时官府究竟会如何处置你们？怎么样？想不想试一试？你胡说！官差怎么会相信你信口雌黄、捏造事实？我捏造事实，你别忘了结果。结果就是当年我还是个小孩，没有你们的周密帮助，我能好好的活了11年。你说官差是会信你们说的，还是会信我说的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可不能丧失理智，信口雌黄，拉你阿爷和你妹妹下水。我定不会信口雌黄，
但也希望你能认清事实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我说了，我和你们一家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们若敢害我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如果你们不怕死，我不介意同归于尽。那如今这情景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先回去，容我想想，眼下的事情要怎么解决。你最好老实给我待着，别轻举妄动，更别想加害我。阿年，你马上去一趟裴都尉府，告诉裴八娘，就说我无意婚配，请裴府另择佳偶。可使不得，你若推了裴炎，势必就要嫁给裴如琢。那位河东宫世子可是出了名的无赖。掌柜说的对呀，还是旁观者清。没想到，画师也有乱了方寸的时候。你怎么还没走？裴某以为画师有求于我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裴某告辞。对了，如果画师改了主意，也可以来中卷裴的宗子府邸找我。告辞。原来他就是闻名长安的天煞孤星，中卷裴宗子裴行俭。真是狂妄自大！明明是他有求于我，如何变成我有求于他了？切！依我看，干脆趁乱将珊瑚嫁过去。他们只说要娶库迪家的女儿。大郎只需一口咬定，咱家就珊瑚一个女儿，他们又能如何？还能将娶进去的珊瑚给退回来不成？可是他们看上的都不是我，无论我嫁给哪一家，很快就会被发现。到时候我在婆家，在夫君面前，又如何自处？珊瑚说的还是小事呢，还有更大的麻烦。无论哪一家娶错了人，势必会深究。他们如果发现琉璃是当年叶挺死牢的漏网之鱼，那肯定会连累咱们呀！琉璃这个祸害，生生绑架了咱们一家，明知他该死，可偏偏拿他没办法。行了你啊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？那琉璃也是个可怜之人，现在事已至此，咱们还是不要激怒他。如今之计，赶紧想一个退婚的办法才是上策。可若将两边的婚事都退了，那岂不是将两家都得罪了？可这两家咱们都得罪不起。琉璃那个贱人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画师怎么来的这么晚？你如何知道我会来？我家郎君说的话就从未错过。郎君已经恭候多时了，画师，里面请。郎君，画师来了。啊，去吧。来得这么晚，想必已经深思熟虑。再三确认别无他法之后，才决定来这里找我吧。既然你早料定我会来，想必不用我开口多说。这个忙帮还是不帮，请裴郎君给个痛快话。画师是来求我帮忙的，却连开口求人的诚意都没有吗？此言差矣。
本画师来此，是来和裴郎君谈生意的。此事若成，最多算是互帮互助，何来求人一说？好啊，裴某愿闻其详。在我认识的人中，唯有裴郎君既认识河东宫世子，又认识都尉府的裴炎。你若能劝他俩同时打消提亲的念头，我便答应为你制作尊师的贺寿礼。裴郎君以为这桩买卖可公平？听起来还不错，只是我有一事不明：你既是库迪家养在外面的女儿，为何不趁此机会钓个金龟婿，好在家里扬眉吐气呢？你说我非嫡生女？难道我猜错了？想来他是误会了。私生女就私生女吧，总比他知道我是逃出来的衣冠强。这个嘛，只因我已有了心上人，所以我谁也不嫁。这话我就更听不明白了。你既已有心上人，为何不尽快与你的心上人成婚？正好可以断了那两家提亲的念头。这人哪来这么多问题？可是够麻烦。郎君有所不知，只因我喜欢的人，就是不久前死在宫里的表兄。原来画师刚刚同时所爱，是裴某唐突了，勾起了画师的伤心事，还请画师见谅。好说好说好说。不知画师的表兄在宫中任何官职？如此年纪轻轻就仙逝了。表兄虽然年轻，但年少有为，医术精湛，被太医院看中，当上了医官。这些年啊，表兄为我相思成疾，所以才死在了宫里。被你拿走的那些东西，便是表兄留给我的最后念想。所以咱们直言不讳，这次你若帮我，我便用屏风还了你的人情，就此两两相抵。日后表兄的东西，我照旧跟你讨回来。原来画师是如此重情重义之人。好，这个忙我帮。可向你提亲的两位，虽然都姓裴，但与我并无深交。我只能替你出个主意，这婚呀，还得你自己去退。我自己退？喂，你该不会是想戏耍我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长安城最好的金疮药，别人出多少钱我都不给的。这么好的宝贝，你给我做什么？画师是靠手上的技艺吃饭，手受了伤，如何还能画好我师傅的寿礼？这金疮药就算作是裴某的定金。今天晚上你回去抹上，2日后便可痊愈。这样，画师可以相信我的诚意了吧？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信了。不过本画师绝非贪小之人，这药我先收着，等我解决了麻烦，确定替你制作寿礼后再用，绝不占你半点便宜。好，我有一计，可助你度过此劫。办呢？大郎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！这房门都开了，要是两家都来提亲，那可如何是好呀？来了，有人来了。是河东公府还是裴都尉府？都不是。
你这贱人，还有脸来这儿？我是来帮你们的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哎呀，琉璃啊，珊瑚的气势黄了，心中难免有怨气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应该互相帮衬才对。一家人。阿叶，你去外面守着，若有人来，再来通报。一家人。前不久，库迪先生还将我拒之门外，何来一家人之说？今日危机一过，你们依旧是你们，我依旧是我，各不相干。最好是这样，好像谁稀罕你似的。当年，曹娘子和阿爷想办法让我阿娘签了休书，把我们赶出库迪家。没想到，我阿娘的东西，你们倒是十分宝贝。阿爷，这手镯是我的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，那就替我好好保存吧。什么时候愿意还了，再去请我。哎呀，女儿留步！阿曹，快把安氏的东西还给琉璃，切莫因小失大。当年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毁了库迪全家吧？小胡，不要动手！我这手啊，昨日被你伤得不轻，到底缺了些力气，有些力不从心呢。娘子，娘子提亲的来了，马上就到巷口了。哎呀，你们在门口挡着，挡得越久越好。是。哎呀，都是你娘给你骄纵坏了，快把东西捡起来还给你阿紫。哎呀！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当真有办法退掉两家的亲事？办法是有的，只不过你们家珊瑚未必会喜欢我的主意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想陷害我不成？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？现在关键是不要得罪河东公府和裴都尉府，保全我们库迪家。这个倒不难，只要照我说的去做，保证哪边也不得罪。好，好，全听你的。你不能进去！哎，关梅，你不能进去！关梅，你不能进去！让开！快点，快点！关梅，关梅，郎君不在府上。快点，快点！关梅，关梅，你真的不能进去！快点呀！快上啊！大喜了，大喜了！哎呀，恭喜府上，恭喜曹娘子！河东公府派我来下聘礼了。辛苦关梅娘子走一趟。可我家大郎昨日出门，至今还未回来。哎，昨日离去，今日尚未归来，这府上故意拖延吧？曹娘子瞧好了，今天的八抬喜礼可是上等的绫罗绸缎和足足100斤的聘礼。这是文书，你家郎君不在，就烦请曹娘子赶紧签了吧。哎，100斤，那就是60多万钱，还有8箱绸缎。
醒醒吧，这本就是我的姻缘，我毁我的，与你何干？库蒂舞娘，您来了。不让！东西别放这儿，都给我抬屋里去。哎呀！舞娘，哎呀，这么多东西都放下，屋里哪搁得下？都放下！哎，舞娘，我是被陪都尉府来下聘礼的，让这些不相干的人都给我走开。裴都尉不过是个4品的武官，也敢跟河东公府抢人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媒婆而已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敢在我面前论官品。若是个穿着紫服的贵妇也就罢了，不过是个陪都尉府的应妾，也敢在我面前称贵人。应妾怎么了？应妾也是上人，你一个小小的奴婢，敢对我不敬？我虽是奴婢，那也是河东公府派来的奴婢。今日我若是让你这都尉府的应妾抢了亲，那我就白做了这20多年的官媒。哎呀，二位稍安勿躁，库迪家小门小户，梁府我们都得罪不起。喂，你再不出去，你娘可就顶不住了。这满院子的喜香，都是为我库迪珊瑚准备的。河东公府和裴都尉府上门抢亲，争着要娶我，都快打起来了。这想必就是我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了。可是我的人生刚到达巅峰，还没有半炷香的时间，就要坠入无底深渊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快点！哎呀，珊瑚！快，来见过你姑母和官媒娘子。珊瑚见过姑母，见过官媒娘子。珊瑚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告诉他，是不是你去都尉府相亲在前，他们河东公府上门提亲在后？哼，那又怎样？若是相亲作数的话，还要什么文书和聘礼啊？是我们河东公府先下的聘礼。照你这么说，天下想娶妻妾之人，只要闯入人家家里，放下彩礼，便算是完礼不成。你们河东公府再是高门，恐怕这官司也打不赢。哼，区的都尉府居然也敢夸口跟河东公府打官司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你要这么说，河东公府还真就不怕和你这都尉府到长安县衙过堂。把喜香放下，我们走。且慢，官媒娘子请留步。怎么，你可是想好了要嫁到河东公府？珊瑚，你快告诉他你想嫁谁。哎呦，滚！姑母一片好心，珊瑚感激在心。只是侄女命薄，既惹出今日之事，正如官媒娘子所说，将梁府纳妾之事闹于公堂之上，岂不是贻笑大方？届时姑母与官媒娘子又如何向梁府家主交代？哪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？这本来说好的亲上加亲的婚事，若是被一个外人给劫了去，那才是跟都尉府没法交代呢。姑母细想，这裴炎和崔氏感情甚笃，纳妾本是无奈之举。若是姑母费尽心思将珊瑚纳进府内，这崔氏自然不会念您的好。如果再因这官司误了裴炎的仕途前程，姑母日后在府中又该如何自处？说得好，我就不一样了。这保媒拉纤是我的老本行，我会力争到底的。官媒娘子冒的风险和我姑母比起来，
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话怎讲？河东公府派您来下聘，这亲事没说成，反倒带回一桩官司。末了，如果是惹恼河东公府，您这饭碗还会被砸了。好侄女，依你说，该当如何？今日之事，不怪姑母和关梅娘子，只怪珊瑚无福，不但不能替阿爷分忧，还为家中惹来此等难事。若是惹上官妃，可是万死而不能赎其罪。由此可见，由此可见，哎呀，女儿，你就说吧。由此可见，珊瑚乃夫国之人，不配良妇如此厚爱。良妇乃贵门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若因我这个伏魔之人而生了嫌隙，岂非以小失大？良妇欲抬举小女，只可惜小女命薄不详，非有福之人，被良妇所弃。二位这样可使得？未免日后口舌，这良妇的声誉受损。珊瑚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绝不为良妇之妾。罢了罢了，不日我们家裴炎就要去任上了，岂能娶一个刚进门就带着官司的不祥之人？哼，河东公府是何等的尊贵，又怎会娶一个连都尉府都嫌弃的女人？回去我便禀告世子，世子定会顾及河东公府的颜面，另择佳偶。带上聘礼回府。台上喜香，我们走。哎呀！好舒服啊！果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贝。郎君，方才如意家协派人来传话，说您要的家协屏风他们接了，还说郎君一定会满意，否则分文不取。看来，那个像刺猬一样的画师，不用嫁出去了。郎君这般欢喜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她若嫁出去了，那恩师的寿礼谁来做？难不成你做？还有事吗？没事没事。不知太子殿下来咸池殿所为何事啊？阿胜，方才我途经御花园，果然见他被爷娘遗弃，跌落树下奄奄一息。
我虽然将他救起，可就不知该如何喂养，不知可否拜托武才人照拂。既然殿下信得过媚娘，便留他在咸池殿与媚娘做个伴吧。你也是好命遇见了太子，太子不如赐他个名字吧。叫他宝儿如何？宝儿。松涛，快把宝儿拿到暖和的地方去，喂一些食物和水。记住，手要轻，千万不要伤着他。没想到武才人是女中诸葛，竟能料事如神，未卜先知。之前我要是听从武才人的劝告，刚才在御书房也不会狼狈至此。人人都以为血缘是天底下至亲的关系，其实也并不全然如此。就好比杜鹃鸟，太子殿下知道杜鹃鸟从卵中孵化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？做什么？便是把其余的鸟卵从巢中推向树摔死，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食物长大。难道他的爷娘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孩子自相残杀吗？这些幼鸟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，互相扶持，相亲相爱，岂不是更好？太子不要忘了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。更何况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分享的，比如储君之位、帝王之位。听武才人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天色不早，离职告退。太子既有鸿鹄之志，又何须争一时之短长？不如韬光养晦，静待时机。多谢武才人点拨。太子殿下慢走。殿下，您这要去哪儿啊？去找陛下说清楚。殿下，这武才人不是刚说过要韬光养晦，静待时机吗？您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多多少少我得给他几分薄面，不是？潘内侍，您有所不知，虽说窦医官是个防疫医官，可是他却是一个制衣刺绣的奇才。我好不容易要到窦医官，这补录院横加阻拦，把人给我藏起来了。哼，这件事小顺子必定知情，所以我就是想从小顺子的口中打听出点消息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潘内侍笑纳。既然是卓大家的一片心意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我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您不能让孙德成跟小顺子见面。您放心，您在孙德成那儿的损失，我会一并给您补上。好说好说。既然小顺子一案关乎到上服局的公务，那我就只能秉公办理了，将小顺子交给卓大家审问呐。谢潘内侍。禀潘内侍，不入院孙德成求见。告诉他我不在。可他说跟您约好了的。没有的事儿，你去跟他说去。小顺子的事儿我会秉公办案，绝不徇私，别让他日日来烦我了。是。
卓大家，我呀，这就陪您到掖庭去，咱们呀提审小顺子。嗨，不着急，现在小顺子正盼着他师父去救他呢，怕是什么也问不出来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问，只管狠狠地用刑。等过个1、2日，小顺子知道他师父救不了他了，要想活命，就必须乖乖的跟我说实话。卓大家真是高啊！高内侍，陛下肯见我了。太子还是请回吧，莫要难为奴婢了。陛下为什么不肯见我？太子殿下请旨改革科举一事，着实得罪了不少人。有人在圣上面前进言，说太子荒淫无度，嗜酒成性。我何时嗜酒成性、荒淫无度了？陛下怎么会听信这等谣言？陛下近来体弱，越发醉心于服用仙丹，生怕沾染了酒气这样的浊物，所以才不肯见你。太子殿下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跪伤了玉体，奴婢担待不起呀。武残人，劳烦你进去跟高内侍说一声，我缓一步就到。是。太子既不肯听劝，又唤我做什么？武残人，你让我韬光养晦，静待时机，但你也没告诉我，我到底该做什么。太子殿下年少气盛，心浮气躁，不如回去抄写经文。一来可以修身养性，二来可以诚心为陛下祈福。你有什么话想跟陛下说，不如回去默默做给陛下看。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陛下是明君，早晚有一天能看到太子殿下的一片孝心。这就是我所说的韬光养晦，静待时机。殿下可明白了？求你了，我都2天2夜没合眼了。只要你说出窦医官的下落，我包你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不缺胳膊不缺腿的，继续回不入院当差去。这窦医官就在不入院。我被抓走的那天，我还看见他了。行，你就继续替你师傅和窦医官扛着吧。他们在外面逍遥快活着呢，谁还记得你呀？师傅，你在哪儿啊？怎么还不来救我呀？我快熬不住了。
内侍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不孙内侍吗？大半夜的，您这是要干嘛呀？潘内侍，您贵人事多，我这是急事相求，不得已，只能守在这儿。还是为了你徒弟小顺子那点事儿？对。那事儿你就甭操心了，审明查实之后，我自会放他回去。你呀，着急也没用。潘内侍，小顺子只是个小内官，就算私贩宫外货物，也罪不至此啊！孙德成，我真不知道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。小顺子私贩宫外物品本来也不是什么重罪，我也想卖你个人情，放他回去。怎奈你呀，你好好琢磨琢磨，到底得罪过谁？